昂哥醉酒嘎了人，爷爷却让我一个未成年顶罪，就连父母都觉得我应该帮忙。前世我学狗货仔讲义气，帮忙顶罪，进了耗子我才后悔不已。这里和电影桥段中完全不一样。坐牢期间没有一个亲人来探监，刑满释放后更是和社会脱轨。再看堂哥上完大学后得到了体面工作，迎娶白富美，混得人模狗样。在我出狱之后，丢给了一笔5万块的安慰费，从此形途末路。后来大伯和老爸因宅基地闹掰之后，更是视为仇人，我也顶着嘎人犯的名声郁郁而终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绝不能再做这样的蠢事。一家子白眼狼，还想再让我去顶罪，痴人说梦。与此同时，爷爷王树生板着脸，目光锐利地看向老二王宇强。老二，这事你有没有意见？看着老父亲的脸色以及2个兄弟的态度，王宇强迟疑了片刻，低下头来，摇了摇头。作为长子的王宇坚见状，暗松了口气，脸上却没敢展现喜悦之色，反而一脸沉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二弟，这是让你为难了。村头的那块沙田地补偿给你家了，日后大哥手头宽裕了，再给你几万块钱。这事情就这么定了。爷爷王树生一锤子定音，不容再质疑。我去叫小陈过来。混账东西，给我起来！干嘛？跟我到客厅，快点！来到客厅，爷爷坐在主位上，大伯和三叔左右分坐，目光不约而同地看过来。小陈来了，快来这里坐。我没说话，一屁股坐在长条凳上，打着哈欠，一副睡眼朦胧的模样。混账东西，不务正业，整日就知道喝酒，游手好闲。坐在旁边的父亲等人皆被他这一举动吓了一大跳，他们都是在爷爷的棍棒下长大，瞧见这副模样，全部慌得一批。我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这也比你最疼爱的大孙子强上一些，至少我没干嘎人违法的勾当吧？你老二，这就是你生的儿子，目无尊长，还学会顶嘴了。兔崽子，你要翻天了！二弟，别冲动，好好商量。父亲，您消气。小陈还小不懂事，一家人要和睦相处。小陈啊，你打小就跟你哥王丽的感情最好，他成天带着你玩。大伯平日里对你也不错吧？和我打感情牌是吧？看看你怎么演。我微微皱眉，还是点点头。你哥刚刚考上大学，在村子里那是光耀门楣的事情。他最近犯了点事，你们是亲如手足的兄弟，大伯想求你帮帮他。重活一世，我可没那么好骗了，任你们说破天，老子就是不答应。大伯，我这人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恐怕帮不上什么忙，你还是找别人更靠谱一点。不，小陈这事情只有你能帮得上忙。你哥他犯事了，跟着狐朋狗友去砍了人，要是被捉住了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大伯平日里对你也不错吧？现在求你救救你大哥。说完，大伯直接重重地跪下来。本以为我会立马上前扶，见我却是无动于衷，心中暗骂一声：小兔崽子，今日一跪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然有你好看。他在心中恶狠狠地想着，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，反而是一副乞求的可怜模样，硬生生地挤出2滴泪出来。见爷爷3人不善的目光，我装样子将大伯扶起来。大伯，你要我帮大哥跑路，可我才初中毕业，没有门路呢。小陈，不是跑路，大伯是想让你替你大哥把这事给扛下来。顶罪那可不行。有什么不行？你还是未成年人，不会判刑，最多劳改几个月就出来了。我已经年满17周岁半了，算是成年人了。要说未成年的话，军弟准备读初2，我觉得让他去顶罪好一点。三叔你觉得呢？你堂弟脑子不太灵光，只会读书，处事没你那么圆滑。我记得大伯家的少弟准备上初2了，他脑子灵光，又是未成年人，可以去顶罪。大伯脸色微变，却也不好开口反驳，转而看向老爷子。不行，他们俩学习成绩都是拔尖的，那是我老王家未来的大学生，你就不一样了，游手好闲，好恶都有。大学生关我鸟事，谁爱顶罪谁去，反正我不愿意去。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这事情由不得你。现在是民主新时代，不流行你老封建那一套。反了你，敢这么跟你爷爷说话？你还是不是我爸？人家现在要让你的儿子去顶罪，你还帮忙，真是窝囊废。反了，老大老三把他给我绑了。在老爷子的授意下，大伯和三叔扑了上来，要合力将我给擒住。一番挣扎之后，我双手难敌4拳，最终被用麻绳绑在院子外的果树下。几人回到屋里了，继续商议着接下来的事宜。堂哥醉酒嘎了人，爷爷要我去顶罪，被我严词拒绝后，竟将我五花大绑，准备强行送去顶罪。小陈，妈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我们没把你教好，先吃一点东西。我闭上眼睛，撇过脸去，默不作声，没有张口的意思。
鬼知道这里边是不是有迷药，要是晕过去了，指不定发生什么事情。哼，他爱吃就吃，不吃就算了，不用求他。母亲闻言，眼泪簌簌而落，我心中叹气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们这样的态度，怕是早已做好了两全的准备，又或者笃定了自己到公安面前只能乖乖顶罪。记得大伯母的娘家亲哥好像是在机关单位里工作，说话有点分量。这可是严打期间，坐实了这事，可不是判几年的事了。正当我思索如何破局的时候，一阵急促的警笛声传来。此时爷爷快步走了出来，将我的嘴里塞入布条，带到大门外。见到叔叔，大伯赶紧上前恭敬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你可来了。”爷爷则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朝着民警陪笑着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这混账东西犯下命案，我家大义灭亲，将他绑了起来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”原来是这样，怎么把人给绑起来了？带头的警察说着，示意旁边的同事解开绳子，趁着绳子解开，我赶紧扯下口中的布条。冤枉！嘎人犯是我大堂哥王丽，我昨晚可是在村三组曾大明家喝酒，我有不在场的人证。说着，我连忙呼喊人群中的几人，随后3个年轻人走了出来，开口作证，证明我昨晚不在场的证据。4个警察中有1人脸色不好看，目光落于老爷子几人的身上。大伯刚想开口争辩，我哪里还能给他机会，连忙大声地说道：“我要告发昨晚村头命案的嘎人犯王丽，目前就躲在他外婆家大浪村9组11号，你们赶紧去捉人，不然就逃了。”此话一出，老爷子等人脸色大变，大伯母直接瘫倒在地上，晕死了过去。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这事是我和他们说的。昨晚我去村里小卖部买烟酒，打着手电筒看到了他们几人拿着刀子，满身是血，慌张的跑过去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没事了，你们跟我们回所里做笔录就可以走了。在众人的目送下，警车朝镇派出所开去。来到派出所，我和曾从文2人立马又被扣上手铐。先把他们俩带去留置室，回头再审审。听到这话，我脸色微变，难不成想着将自己2人来凑数，还是说自己顶罪时跑不了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让你走就走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杨鹤，上辈子我鬼迷心窍替堂哥顶罪，来到派出所里，还曾被这家伙审问了好几次，确认自己是不是顶包。如今看到他，我感觉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忙大声呼喊了起来：“杨鹤警官！”等等，杨鹤2人快步走上来。你刚才叫我？是的，杨警官，我叫王晨，大西村的村民，我要告发大西村命案的嘎人犯。哦，听到大西村头的命案，杨鹤2人眼睛一亮，不由分说的接手押解2人。杨警官，林副所长交代要将2人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一律承担。你说你要告发大西村头命案的嘎人犯？是的，这起命案是4人作案，他们都是大西村的村民，分别是王丽、王志、温东、曾江4人。他们平日里都在一块玩，案发之后就躲了起来。其中王丽躲在大浪村9组11号，那是他外婆家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杨鹤反问，眼中满是质疑的神色来。他是证人。曾从文连忙将昨晚去村里小卖部买烟酒的经过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。经过一番的询问，杨鹤对案件有了初步了解，也排除我和曾从文嫌疑，不过还是嘱咐我们：你们2个人近期不能离开本地，可能随时进行传唤。听到这话，我觉得有些为难。王家已容不下自己了，不出去找工作，怕是要吃土了。走出派出所，我偷偷回到家，收拾好几件衣服，带上身份证就往外走。刚到院子，就撞上了怒气冲冲的爷爷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冷哼了一声，没有理会他，径直的往院子外走去。你想去哪里？给我站住！父亲气冲冲的走了出来，三叔、大伯也追了出来。大伯更是一副怒气冲冲要动手的模样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淡漠的看着大伯，手放在裤兜里亮出明晃晃的东西。老二，让他走，我王家从此没有这号人，混账东西！这种3观不正的家庭，老子才不愿意待呢。爸，三叔，老爷子那么偏心大伯，我劝你们赶紧分家，不然所有好处都是大伯家的，你们没地方说理，可不要后悔。看着几人的脸色难看，我转身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没有丝毫留恋离开了。身后传来老爷子和大伯气急败坏的声音，倒是没有敢追上来。